金属骑士终于出现了，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一个非常炸裂的消息，金属骑士疑似已经不做人了。人类的实力真是太有限了，没想到2023年还有一拳超人原作版看，哇，这是思绪飞涌，更新频率也上来了吗？但是也看出来了，一拳超人原作版仿佛朝着收尾的方向去了。这个机器人篇章很可能就是最后的篇章，也有可能是最后第2个篇章了。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拳超人原作版最新话148话的内容。我是以视频开始之前求点赞关注，拜托了，这对我真的非常的重要。画面一开始，索尼克闪亮登场。这索尼克的装备多了不少，苦无一大堆，还有巨大的手里剑，还有衬托一样的武器，腰间还有一把刀，是不是那位大人身上收割的呢？炸裂超大手里剑，雷禅龙领域，索尼克拔出背部的超大炸裂手里剑，瞬间雷电从手里剑上散发而出，散发出去的雷电直接麻痹了机器人，这使得索尼克周边的步行机器人尽数失效。索尼克很是气愤，我为什么要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去消灭这些机器人？不是有2个英雄组织吗？现在在做什么？该不会是奇遇上升到 A 级以后就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生活，所以才导致我要像英雄一样无报酬干活？突然一道利器攻击了过来，数道斩击砍了过去，灾害等级龙级的机神出现了，索尼克后撤躲开了攻击。机神自我介绍了一下，在下一眼就知道阁下是音速索尼克，希望阁下能与机神中拥有最快性能的在下交手。索尼克拿出了腰间的剑，这是奇遇从那位大人手中抢过来传说中的妖刀赤鹫，光拔出来我就感觉血液在颤抖。你或许应该庆幸你不是生物，这玩意儿要是吸了血，该失控的就是我了。机神说着，这就是你的遗言吗？先用3马赫的速度试试看吧。机神举起刀，刹那间数道斩击挥下，这就是3马赫的速度吗？完全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仿佛瞬间就摆出了多个动作，多道斩击。索尼克不断的后撤躲避，索尼克的周边都已经被机神砍得满目疮痍，但是机神并没有击中索尼克，又是无数道刺激攻击了过来。索尼克凌厉的闪躲，双方不但比拼速度，还在比拼剑术。不知不觉间，机神的速度提高了，很显然不是3马赫了，具体是多少，已经不是我等凡人能够猜测的了。即便机神的速度已经恐怖如斯，但是突然索尼克出现在了机神的背后，速度快到机神都没有发现。不知道现在索尼克的速度跟弗莱士比起来怎么样？13隐藏瞬间出现13个索尼克，仿佛13把妖刀的攻击打在了机神的身上，机神直接被秒杀。索尼克大笑着，我似乎变得太强了，奇遇给我等着。索尼克看着机器人的数量似乎没有什么减少的趋势，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永动机，可别错过他们燃料用光的瞬间。弗莱士、奇遇，给我好好工作到事态平息为止。反正我不是英雄，等一下吃完早餐我就要回去睡个回笼觉了，真是活该你们这些丑英雄。画面一转，来到了金属骑士的实验室。金属骑士在看着监控器，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童弟出现在了这里，童弟说着，他们的燃料是用不完的，因为他们是靠英雄协会本部也作为主要能源在使用的超高效的太阳能系统在运作，所以才会趁着大早上晴天开始进攻。金属骑士显得并不惊讶，你来了，童弟，亏你能找到这里。童弟很是冷静，别装傻，我们3年没见了，波佛伊博士，没想到你会直接开门让我进来。那么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我可以假设你就是幕后黑手吗？对你展开攻击吗？童弟背后的背包中出现了一个沙包大的拳头，跃跃欲试，准备攻击。金属骑士说着，装傻的人是你吧？你有的领导，童弟，你已经不像3年前一样有勇气向我挑战了。现在的你只是一个充满不安跟恐惧的小鬼而已。过去自己尊敬的师傅居然是幕后黑手，也不就是因为不敢相信才跑来确认的，不是吗？来到我这个你以前当做秘密基地和游乐场的研究所。愤怒的童弟背部的拳头直接一拳打爆了一旁的显示器。金属骑士继续说着，我们以前曾为了一起管理世界的安全而制作过巨大的立体透视模型，还梦想在各个区域配置防卫机器人跟导弹发射装置，让自主行动的机械兵团维护治安。当初英雄协会认为有单一职业英雄全权掌握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会有危险时，表示赞成并花费大量时间向我说教的那个童弟去哪里了？到头来你不也开始追求以个人名誉拥有的大规模军事力量了吗？勇，你已经趁所有人不注意开始准备了吗？童弟沉默了一会儿，将拳头收进了背包。你以为是谁害的？我发现了，在外头大闹的机器人身上有波佛伊兵器特有的识别信号。金属骑士毫不在意，那又怎么样？童弟继续分析，也就是说你不是犯人，你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因为你这个人实在是太过保密了，那就是代表有人盗取了你的技术，有某个人在滥用波佛伊博士的兵器跟开发资料，而且你有正在使用的战斗服也跟波佛伊博士构想过的东西很相近。换句话说，盗取资料的人可能就跟你有的人有关系。
但是你本身还是很可疑，你不可能没有发现资料泄露了。那么为什么你什么动作都没有？难道说你故意放任对方行动，好追查他的行踪？如果是这样的话，波佛伊博士，不对，金属骑士，你身为 S 级英雄也差不多，我说差不多应该采取一些行动了。这是假说一。童弟越说越激动，声音在颤抖。童弟拿出了一个棒棒糖。金属骑士并没有反驳，在我看来，这么一长串的推理里面充满了永军的私情跟期待，根本没有必要一一分析出来。你不需要废话了。童弟的情绪异常的激动，听我说。然后是假设二，识别号码被发现也无所谓，反正有能力确认的也只有我，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你单纯是在小看我，是吗？童弟愤怒的咬碎了棒棒糖。金属骑士说着，这是自然。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小鬼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童弟平复了一下心情。假说三，虽然我根本不愿意这么想，你身为 S 级英雄已经放弃做人了，这也使得金属骑士惊讶了一下。机器人大军中有自称机神能够自主行动的特殊机器人，仿佛有着意识，不知道是不是 S 级英雄还是纽领导者打败的。反正我在城市中找到了残骸，拿来调查一番以后，我在城市代码里面有了发现。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警犬侠打败了某个机神。童弟继续说着，这很有可能是你我曾经想要共同开发而又放弃的 AI 城市。虽然苦恼了很久，但我们还是决定把开发到一半的 AI 功能视为禁忌，并且封印起来，因为那个等级实在是太高了，我们无法掌握的话，迟早是会出大事的。我们得出的结论，那个不是能为了贪图方便而做出来的东西，无论再怎么天才，人类的头脑都无法驾驭那个危险的东西。金属骑士表示，我说过这样的话吗？童弟重重地咬下一口，棒棒糖直接掉落到了地上。你还说过，如果真的成功，那其造物主将不再是人类，也就是只能通过电脑由机械扩张脑部机能来超越并且支配 AI， 将算力提高的同时也会失去感性。如果大脑失去本能相关的机能，就会有价值观与伦理观崩溃的风险，而这就代表着当事人不再是人类。你已经放弃做人了吗？所以才打算将世界以新的基准重启吗？这段话看起来有些难懂，童弟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改造人。如果将人改造成改造人，就必须扩张大脑，提高脑部机能来支配 AI。为了提高算力，大脑可能会失去感性，所以改造人最终可能会出现伦理与价值观崩坏的风险，也就不能称之为人了。童弟说到这里，整个人非常的亢奋，眼睛里面都是血丝。金属骑士还是很是淡定，这家伙在糖果里面混入了什么东西，类似兴奋剂一样的东西吗？真是幼稚。童弟面露杀意，就算我用暴力也要让博士开口。无论是哪一种假设，我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以上就是一拳超人原作版148话的所有内容。我是一，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